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美股坐标系。如果一家矿业公司政府直接入股，给它的核心产品设置10年价格底线，再把未来新工厂的需求也提前兜住，你会给它什么估值？20倍利润、30倍利润？问题是 MP Materials 现在连稳定利润都还没有。截至8月14日 ，MP 股价58.74美元，市值大约105亿美元。而刚刚公布的二季度真正的营业收入只有 1.085 亿美元，净利润还是亏损2030万美元。但市场根本不在乎，因为今天买 MP 的人买的已经不是一家稀土矿山，他们在买一个更大的故事：美国愿意花多少钱重新建立一条不依赖中国的稀土磁铁供应链，而 MP 恰好站在这条供应链最中间，这就是今天 MP 最大的矛盾。它的基本面正在变好，但现在的估值已经提前交易了2-3年后的成功。很多人看 MP 还把它理解成 Mountain Pass 稀土矿，这个理解已经落后了。过去 MP 最简单的生意是把 Mountain Pass 挖出来的稀土金矿卖出去。这个模式的问题非常明显，矿在美国，但真正利润更高的分离、金属化、磁铁制造大量环节依然掌握在亚洲供应链手里。MP 过去更像一个原材料供应商，现在他做了一件很激进的事情，主动停止稀土金矿对外销售，把材料留给自己，继续往下游加工。所以从2025年7月开始， MP 基本不再靠金矿销售赚钱，这相当于一家卖小麦的公司突然说，以后我不卖小麦了，我自己磨成面粉，做成面包，再把面包卖给通用汽车、苹果、军工企业和机器人公司。风险当然大了，但一旦成功，每吨材料能够创造的价值也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所以今天研究 MP 真正需要盯的已经不是稀土价格涨不涨，而是3个词：分离、磁材、规模化。二季度真正重要的不是89%的营收增长。MP 二季度营收 1.0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89%， 看起来非常漂亮，但更重要的是收入到底从哪里来的。NdPr 也就是镁与氧化物和金属收入达到9440万美元，同比暴增 277%。 NdPr 产量840吨，同比增长 41%， 销售量1006吨，同比增长 127%。 这意味着 MP 已经开始真正把 Mountain Pass 从金矿生产基地变成美国本土的分离稀土生产基地。调整后 EBITDA 也从去年同期亏损1250万美元变成盈利2850万美元，这才是财报最大的变化。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误读的数字，一季度 MP 从政府价格保护协议中确认了4230万美元收入，二季度只剩1760万美元。乍一看，政府补贴怎么突然少了一半？其实未必是坏事，因为协议的核心是政府给 MP 的 NdPr 设定大约110美元1公斤的价格底，市场价格越低，政府补的越多，市场价格越接近110美元，政府需要补的钱反而越少。所以这个协议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政府每个季度送 MP 多少钱，而是它改变了 MP 整个材料业务的风险结构。普通矿业公司最怕什么？扩产的时候价格暴跌，中国一旦增加供应，价格被打下去，新建产能还没有形成规模，现金流可能先扛不住。MP 现在相当于给自己的核心产品买了一张10年保险，价格低有底，价格高公司仍然保留大部分上涨收益，只是在 10X 达到满产之后，要和政府分享一部分超过110美元的额外收益。所以这不是简单的补贴，它实际上把 MP 从传统商品周期里拉出来了一大截。故事讲到这里，好像 MP 已经无敌了。问题来了，二季度材料业务收入增长 155%， 但是市场最期待的磁材业务呢，收入只有1650万美元，同比下降 17%。 EBITDA 也从810万美元降到750万美元，这就是 MP 现在最关键的过渡期。因为 Fort Worth 的 Independence 工厂正在从卖磁材前驱体切换到真正生产成品 NdFeB 永磁体。原来卖给外面的部分金属材料，未来越来越多要留给自己做磁铁。于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阶段，旧收入先消失，新收入却没有立刻接上来。管理层自己也已经承认，未来几个季度磁材业务不会线性增长。
现在工厂还在做客户认证、汽车测试、设备调试和良率提升。MP 已经向通用汽车交付磁铁进行整车认证，计划今年第4季度正式开始商业交付。苹果的规模化订单则要继续往后走，所以 MP 接下来最危险的地方不在 Mountain Pass。矿山已经证明自己能生产，真正还没有被证明的是美国能不能重新规模化制造高性能稀土用磁体。实验室做出来和工厂1年做几千吨是两回事儿，做几千吨和每一批质量都稳定也是两回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不会特别关注某一个季度 EPS 差1分钱，我要看的是 Independence 的良率认证和成品磁铁出货速度。10X 才是今天105亿美元市值真正压住的东西。Independence 只是第一步 ，MP 真正决定估值上限的项目叫 10X， 地点已经确定在德州 Northlake， 项目投资超过12.5亿美元。按照规划，2028年开始投产调试，未来 MP 在美国的磁铁年产能将达到大约1万吨。这个数字才是整个故事真正开始放大的地方。因为美国政府不只是给 MP 钱建厂，他还 MP 签了长期需求保障安排。简单理解，政府不希望看到 MP 花10几亿美元把工厂建起来，结果中国突然降价，美国客户继续采购便宜进口磁铁，最后把美国自己的工厂拖死。所以政府同时解决2个问题，上游 NdPr 给价格底，下游 10X 给需求底，这就非常不一样了。过去投资一家新材料公司，你需要同时赌4件事情：技术能不能做出来，工厂能不能建出来，成本能不能降下来，客户愿不愿意买。MP 现在最特别的地方是第4个问题被政府提前解决了一大部分，但前3个问题政府解决不了，这也是很多多头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合同可以保证有人买，不能保证 MP 一定能按时、按成本、按质量把产品做出来。苹果、GM 和军工比美国稀土概念重要的多，我更愿意关注 MP 客户结构的变化。因为真正判断一家公司有没有护城河，不要只看政府给不给钱，看商业客户愿不愿意签长期合同。通用汽车已经在推进磁铁认证，苹果和 MP 签了5亿美元长期合作协议，要采购美国制造、使用回收稀土材料生产的磁铁。2季度 MP 又签下一家美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客户，供应分离后的产品，整个合同规模达到9位数美元级别。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项目叫 Project Swarm，MP 正在把美国和盟友体系里一批无人机企业的磁铁需求集中起来，统一部分规格，并提前给这些企业保留未来产能。这个动作其实比表面上重要，因为很多无人机创业公司现在规模不够大，单独找 MP 签一个10年采购合同根本没有意义，但是几十家公司聚在一起，需求就开始有价值。MP 做的已经不完全像传统材料供应商了，他开始尝试成为一个产业协调者，这也是我认为 MP 未来最值得观察的地方。如果机器人、无人机、汽车、航空航天都开始抢美国本土磁材产能，那么 MP 真正拥有的东西就不只是 Mountain Pass 这座矿，而是稀缺产能的分配权。105亿美元到底贵不贵？这才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按照现在的业绩，当然贵。2季度营业收入 1.085 亿美元，加上价格保护协议收入，一共大约 1.26 亿美元。即使简单年化，目前市值对应的倍数仍然超过20倍。对于一家传统矿业公司，这个估值根本说不通。但问题恰恰是，市场已经不再按照矿业公司给 MP 估值。105亿美元里面，真正值钱的是2028年以后还没有出现的收入。10X、苹果、GM、军工客户、重稀土、回收体系、无人机、机器人。这意味着今天买 MP 本质上就是提前购买2028年的利润。所以这只股票最大的问题不是公司好不好，公司方向非常清楚，真正的问题是现在的价格已经提前支付了多少成功。截至2季度 MP 还有大约 14.5 亿美元现金和短期投资，资产负债表并不脆弱。今年预计资本开支大约5到6亿美元，资金暂时不是最紧迫的问题，时间才是。如果 Independence 顺利爬坡， GM 第4季度开始出货，苹果订单按计划进入量产，重稀土分离开始商业交付， 10X 继续按照2028年时间表推进，
那么今天的高估值可以被未来利润慢慢消化。但只要其中2个环节延迟1年，股票面对的就不是基本面崩溃，而是更麻烦的东西。估值压缩，接下来我指定5个指标。第一，3季度 NdPr 产量能不能突破1000吨？这是 Mountain Pass 中油扩产效率最直接的验证。第二，第4季度 GM 磁铁能不能真正开始商业交付？不是测试，不是认证，而是真正进入收入。第三， Independence 的磁材收入什么时候重新开始持续增长？如果2027年磁材收入仍然起不来，那就说明市场对垂直整合的预期跑得太快。第四，10X 建设时间表，2028年能不能按计划进入调试，几乎决定了今天估值的一半逻辑。第五，现金消耗 ，MP 今年资本开支已经进入高峰，未来几年仍然是重资产扩张期。现在14.5亿美元现金看起来很多，但 10X 本身就是超过12亿美元的项目。政府支持降低了融资风险，却没有消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风险。所以 MP 到底是一只什么股票？我认为它已经不适合简单归类成稀土周期股，它更接近一只政策支持下的战略制造业成长股。它最大的收益来源不是赌稀土突然暴涨，而是赌美国决定长期支付一笔供应链独立溢价，而 MP 最终成为这笔钱最大的商业受益者之一。最大的风险也不是稀土跌价，110美元的价格保护已经大幅削弱了这一风险。真正最大的风险是市场已经按照纯供给了价格，但工厂还没有按照纯供给出产量。所以多头真正需要证明的不是美国需要 MP， 这一点基本已经没有争议。需要证明的是 MP 能不能把政府给的政策优势、苹果和 GM 给的订单、Mountain Pass 给的资源优势，最终变成一吨一吨稳定出厂的高利润磁铁。如果未来2年它做到了，今天看到的 MP 可能还只是第一阶段。如果做不到，政府合同再漂亮也撑不起无限高的估值。这就是我现在看 MP 最核心的一句话。它最大的护城河已经不是矿，而是美国没有第2个现成的 MP。但它最大的风险也恰恰是美国现在太需要它成功了，以至于市场已经提前假设它一定会成功。这里是美股坐标系，我们下一期见。